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被禁止拥有大规模攻击性武器，但近期日本却蠢蠢欲动，在新安保战略中计划求购在海湾战争中大放异彩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外，日本消极涉华动作不断，执政党自民党高层秋生田光一日前高调窜台，再次炒作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据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日本执政党联盟日前达成共识，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将有关中国的表述由当前的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修改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新版安保战略鼓吹日本的所谓对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而这一提法此前被称为攻击能力。观察指出，这意味着日本二战后专守防卫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防卫省还提出了发展导弹的3步走计划，以达到最终部署高超音速导弹的目标。而这个3步走的第一步，就是从美国购买战斧巡航导弹，数量为500枚。购买战斧对于日本来说，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日本具备一种这个对所谓的远程的对地打击的能力。因为在这个之前，日本无论是这个陆自、海自、空自，它其实是没有这种相关的能力的。战斧巡航导弹又称 BGM-109 巡航导弹，是美国海军司令部和通用动力公司联合推出的一款多用途巡航导弹。该导弹拥有射程远、体积小、重量轻、突防能力较强的特点，载弹量可达300千克到450千克，最大射程可达1000到2500公里，能有效攻击各种固定目标，包括在极危险情况下对敌人的防空系统和通讯设施进行攻击。作为一款全天候巡航的巡航导弹，战斧导既可以从地面发射，也可以由水面发射，具备有效突防、隐身以及机动等多种性能，可满足广泛通用性。日本早就对战斧眼馋不已，早在2013年就曾悄悄试探从美国购买战斧的可能性。然而，当时奥巴马政府担心触怒韩国等方面，并未积极回应。4年后，日本借口半岛局势紧张，再次向美求购战斧，但美方以担忧导弹机密外泄为由，再度婉拒。有观察指出，因为根据日本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装备的导弹射程限定在150至200公里，而战斧巡航导弹可低空飞行，射程超过1000公里，远超和平宪法规定的最低限度防卫装备范畴。因此，日本一旦成功求购战斧，将有可能刺激周边国家。日本选择它有一个好处是，因为这款武器是立等可取，它是一个美军的现役装备，美国只要同意的话，甚至可以把现役的装备直接调拨给它，它获得这个导弹并且形成战斗力的速度会很快。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太战略下，美方对日出售战斧导弹的态度也发生了大转弯，从此前的犹豫不决变得相当积极。据日本读卖新闻消息，日美两国就战斧的交易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美国国防部已经基本同意出售战斧，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工作。而此前，美国仅向英国出售过战斧。传统上来说呢，美国人会认为说，在西太平洋地区，日本既是盟友，也是他要提防的对象。但是随着这个时间发展到今天呢，美国人现在发现，单凭他自己的这个，在西太平洋的部署的力量，没有办法满足，他在西太的军事作战需求。那么，他会希望这个日韩。不仅是像以前一样作为它的这种护卫力量，而且更多的是要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帮助美军去作战。但针对是否购买战斧，日本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主要的质疑声是钱从哪里来。日媒透露，战斧对日售价约为每枚导弹1亿至2亿日元，如果购买500枚，总额将达500亿至1000亿日元，对于防卫费来说是个不小的增额。此前，日本政府表示正考虑通过有偿军事援助购入，而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秋生田光一11号就防卫费增额的裁员确保措施称，现阶段发行国债也可能成为选项，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支持债留子孙，他日前表示或将增税来填补总计高达2.4兆日元的防卫费缺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日本本月要推出新版国安战略，扬言要搞先发制人，并将中日关系建设目标从战略互惠下滑为具有建设性的稳定。您对此如何看？当前，中日国力对比、各自需求及国际参与度，早已发生了与50年前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在日本所产生的社会心理
到政府决策的变化，我们也应理性看待，因势利导。其实呢，这份国安战略的对华强硬并不意外。看看今年7月颁布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就明白了，他们对华警惕已经成为主流，把我们定位为安保严重关切对象。防卫白皮书序言里宣扬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表明了日本越发不加掩饰地攻击中国的内政外交。这中间除了对中日实力对比逆转的恐慌，更在于对表美国印太战略的日本积极利用中美关系的竞争面，为实现自身武力松绑、摆脱战后体制寻找借口。在日本右翼的逻辑中，为应对所谓威胁，就需要增加预算发展军力，而所谓的威胁呢，不过是为扩军埋下伏笔。但前美国参联会主席也曾在冲绳服役过的美海军陆战队将军佩斯曾说过，日本实际在中美之间玩投机。中美作为两个核强国爆发大规模冲突，不但是两国灾难，也是世界灾难，两国都无意正面相撞。那些敢于和美国联手恶华的国家或地区，却将首先成为牺牲品。前日本首相菅义伟就公开说，日本必须和中国建立稳定关系，无意构建亚洲版北约。这不是言不由衷，而是政治现实面前的理性。我们有信心把中国自己的事情搞好，包括在祖国统一方面争取日本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中日友好关系行稳致远。美媒称日本向美寻购战斧导弹，并自研高超音速导弹。那日本为什么要买？美国会放行吗？必须看到，过去10年，美日安保关系堪称蜜月，日本没有流露出任何忤逆之意。加上美国印太战略聚焦在中国身上，为了分担责任，美国加速了对日松绑，不仅不反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还促他赶紧修宪。出口新工系武器呢，也大方多了。这就是美日战斧交易大概率成交的政治前提。不仅如此，日本也重点谋求快速形成周边1000公里内的打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的精度比弹道导弹高，成本又低，像美军现役的战术战斧单价已降到了50多万美元，日本列装就会更多，适合大规模冲突需要。同时呢，日本自卫队很强调与美军制式统一。每日新闻的记者高昭南曾透露，从91年海湾战争到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超过60%的燃料弹药是从驻日基地所提走的。如果日本进一步与美国实现弹药通用，将大大提升双方的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国产远程巡航导弹会部署到哪儿呢？防卫省就已经直言，陆基型会摆到九州和西南诸岛。由于日本的新导弹射程是超过1000公里的，如果从九州或西南诸岛发射，不仅能威胁出入伊岛链的中国船只，还能威胁到内陆纵深，势必对我国安全带来巨大影响。当然，中国作为有着完整国防体系的大国，面对这些目标时，不仅有强大的拦截力，更有足够的反击力。对于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保持淡定。主持人，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印度媒体近日报道，中印边界地区日前发生冲突，双方均有人员受轻伤。这是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的一次罕见冲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1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大校就我为东张地区例行巡逻发表谈话指出，12月9号，西部战区边防部队为中印边境东段东张地区实控线中方一侧组织例行巡逻，遭到印军非法越线阻拦，我应对处置专业规范有力，稳控现地局势。目前中印双方已脱离接触，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管控约束一线部队，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和平与安宁。同日，外交部发言人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据我们了解，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
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实际上这次应该说是比较小的一次边境冲突，而且呢双方都是进行了克制，所以呢事态呢很快就得到了稳定。这点呢是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话可以看出来。还有一点呢，就是从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大校呢所说的也能够看出来。而且呢从龙少华大校呢所说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呢在事态发生之后，中方呢处置是非常的果断有力，而且呢是在处置的时候是相当的专业规范的。那再有一点啊，就是他强调了一下稳控现地局势，那也就是说当时呢就把局势已经控制住了，而印方呢马上也是呢退了，这就使得呢冲突呢没有进一步升级所以呢整个局势马上也是恢复到之前的这种状态。印度印刷报报道称，冲突发生在12月9号，地点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及中国藏南地区的达旺地区。最初有约50名印度士兵与中国军人发生冲突，随后有约300人参与，双方互相投掷石块，并使用了棍棒等冷兵器。有印军消息人士说，至少15名印度士兵在冲突中被打倒受伤，还有人骨折。印度外交部目前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但印度军方早前发表一份声明，证实冲突确实发生，以及双方少数人员受轻伤。事后与中方在现有框架下，在一线进行了沟通，以维持和平与安宁。声明强调说，双方随后在该地区脱离接触。另据印军消息人士透露，印度方面至少有2个不同部队的士兵参与冲突。据悉，印度军队在实控线附近的部队主要执行巡逻任务，并且组成了若干个快速反应小组，目的是在需要时对解放军形成人数优势。此外，自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陆军在实控线后方新部署了所谓第2道部署线，安排有后备部队。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目前印度官方的表态仍较为模糊，而近年来印方也在就边界问题降温。历史上，印度军队多次在中国边境上挑衅，这一次印度再次挑衅，一方面希望借助中美博弈的机会获得美国的支持，在边界问题上争取更多的利益。以往的几次危机，中国军方没有给印方带来任何便宜，印方已充分了解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德桑平原仍是咽喉要地，中方寸土不让。据央视新闻公众号报道，解放军边防巡逻有了新装备。近日，执勤官兵驾驶新型履带式全地形车进行巡逻。这款骏马全地形车全长8米，分为2节，第一节为驾驶方舱，第2节为巡逻方舱。车内配有空调，最大可承载人数12人，时速可达60公里。凭借着攀爬能力足、动力强悍等优点，官兵驾驶全地形车一路畅行无阻，哪怕巡逻道路坡度变大也能顺利通过。车辆适用于雪地、山地、丛林、沙漠、沼泽等多种复杂地形。以往雪地巡逻，官兵徒步前行要用1天时间，新型全地形车的投入使用，提升了边境管控效率。另据今日印度网站消息，印度军方表示放弃维沙尔号航母计划，原因是预算不足。今年7月29号，印度海军接收首艘航母维克兰特号，印度海军参谋长哈里库马尔本月3号表示，打算再建一艘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姊妹舰，最终实现3航母的目标。哈里库马尔上将曾担任2017年退役的维拉特号航母舰长。哈里库马尔表示，搁置排水量为65000吨的维沙尔号航母是务实的。他对维克兰特号的技术指标表示满意，以充分使用现有建造经验，并节约建造费用。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哈里库马尔发表这番讲话的前3天，印度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该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面临通胀高、利率高和海外订单不足的困境。第一个原因当然可能是经费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维克兰特号，那它其实经历了蛮长的时间，而且它的工期延误，然后加上它的这个经费也不断的追加，所以让它的经费成本非常的高。所以我相信印度海军它必须要考量到说，如果我要再建造一艘新的航舰的话，那我在
建造的过程上面，我的技术部分，然后我的成本会不会在不断的追加，这个他必须去考量的。事实上来讲，大家必须知道，全世界我们现在看到，大概只有美国海军有养这么多的航天战斗群，所以建造航空母舰是一回事情，当然你的技术有门槛。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养航空母舰其实也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不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能够养得起。根据印媒的报道，被放弃的维沙尔号航母将是一艘弹射起飞、可容纳更多飞机、使用核动力推进的65000吨级大型航母。预计其全寿命周期花费将是维克兰特号的2.5倍，但维沙尔号的技术缺口很大。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印期间，莫迪曾当面表示希望引美军航母的蓝祖索技术，但特朗普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当时有军事观察家就指出，此事暴露出印度连蓝祖索的技术都没有掌握，因此航母的弹射器和核反应堆的技术更不可能被印度掌握。实际上，舰载机也是印军面临的一个问题。印度国产光辉舰载机被曝要10年之后才能服役。印军近日举行了舰载机国际招标。据印度斯坦时报12月8号报道，印度军方高层选中了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阵风 M 战机，采购量为26架，而美国波音公司的 FA-18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局。印度空军目前拥有2个阵风战斗机中队，海军这次也相中了阵风的舰载机型，在零部件和维护保养方面将降低成本。美国商务部10月公布一系列针对集成电路领域的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进行全面限制。美方还对日本和荷兰施压，日本和荷兰原则上同意与加入美国加强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措施。面对美方的技术围堵，中方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在 WTO 起诉美方，同时也号召各国站出来，共同抵制这种逆全球化陈旧思维和单边霸凌。12号，商务部网站发布条法司负责人就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限制芯片等产品贸易答记者问，表示美方近年来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破坏国际经贸秩序，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损害全球和平发展利益，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该负责人表示，中方在 WTO 提起诉讼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中方关注，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方式。13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近年来，美方一再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干扰国际贸易正常开展，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汪文斌提到，近日世贸组织裁定，美国2018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部分世贸成员钢铝产品选择性加征关税，违反世贸规则，并驳回了美国援引世界贸易组织安全例外条款进行的抗辩。事实证明，安全例外条款不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避风港，各国应当站出来，不能再对华盛顿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听之任之了。这事关全球贸易体系稳定，更是国际道义所在。今年10月13号，美国商务部产业和安全局出台新规，对出口管理条例进行实质修订，歧视性的对华强化出口管制。这项规则被认为是美国扶持本土半导体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此前美国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政府为半导体企业提供527亿美元拨款，美国政府以提供补贴为诱饵，四处拉他国芯片制造企业赴美投资。有法律专家指出，美方法案针对芯片制造业的财政资助有构成禁止性补贴、可塑性补贴的嫌疑，其中的护栏条款也涉嫌违反世贸组织关于最惠国待遇以及国民待遇的要求。美国的这一系列做法，我们认为是严重而且明显的违反了 WTO 的相关规则，是滥用国家安全例外，以这个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这种出口管制，是违反了这个 WTO 贸易自由化的一些基本规则和原则。那么对中国的相关的产业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然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它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美国相关产业的一些利益。美国还拉拢盟友在芯片问题上打配合，企图共同围堵中国。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9号在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通话时，
就半导体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向日方施压，要求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统一步调。目前，东亚是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核心区域，因此追随美国就意味着成本的提升和利润的下滑，以及产品的竞争力减弱。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高石成彦表示，假如日本完全不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对日本业界将有不小的打击。而且日本过分追随美国采取对华出口禁令，就不得不考虑中国对日本实施报复，那么到时候将不是芯片制造设备一个领域的事情了。毕竟日本与中国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索尼首席技术官北野博明和日本电器首席执行官森田龙之为代表的日本科技行业高管，也对美国最新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长期有效性表示怀疑，认为此举不太可能压制中国在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等方面的进步。也有分析认为，日本大部分高技术产业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日本还要考虑日美同盟关系，因此大概率会追随美国。日本呢，在芯片制造领域还是有它独特的一些优势。美国对日本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包括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影响力。所以日本政府应该说现在也是仍然在考虑当中啊。至于这个未来日本政府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不是会完全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光刻机技术领先的荷兰也是美国的施压对象。彭博社此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荷兰政府据信正计划配合美国的一项法律，设立新的出口管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能够制造14纳米或更先进芯片的生产设备。报道称，这些措施对荷兰阿斯麦公司的打击最大。阿斯麦是全球最先进的光刻机制造商之一，掌握着全球高端芯片制造的关键技术。2021年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超过20亿欧元。不久前，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曾表示，在美国与其他盟友进行贸易规则谈判的过程中，荷兰做出自己的决定，重要的是捍卫荷兰自己的利益。近日，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发布分析报告，指出美国芯片新规则威胁欧洲战略自主。这份报告警告称，美国最新出台的对华出口新规，以及希望欧洲跟进效仿该规则的努力，威胁到了领先半导体企业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如果这些领先的欧洲半导体企业竞争力降低，将使得欧盟很难在一个日益由其他大国和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体系中自主行动。荷兰呢，主要是它的这个光刻机呢，其实美国也有很多的股份，包括它也部分的依赖美国的技术，所以如果说美国采取一些对荷兰，比如说阿斯麦公司的一些技术限制的话，可能阿斯麦公司的这个产品的生产这个光刻机的生产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美国确实有对日本和荷兰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还要去看这个具体的细节不知道这两国政府到底承诺了美国什么？去年9月23号，美国商务部召开半导体高峰会，打着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的幌子，要求台积电、三星等半导体企业在45天内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等数据。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还威胁称，如果企业不愿提交，美国的政策工具箱里还有其他方法能让他们把数据交给我们。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但如果有必要，我们会采取行动。美国的恐吓引发了韩国方面的强烈不满。最近韩国经济复苏乏力，韩国政府官员13号表示，预计韩国今年将出现创纪录的贸易逆差。根据韩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截至10号，韩国贸易逆差为474.6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赤字。这个数字是1996年创下的206.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的近2.3倍。而芯片是韩国的支柱产业。韩国媒体认为，韩国半导体产业面临最大问题不是市场供需问题，而是供应链受到外部不当政治干扰甚至破坏的问题。这也是韩国尹锡悦政府与中国最近几次高层交流中，将产供链稳定放在优先级很高的位置上的原因。美国商务部10月的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禁令虽然承诺给予韩国企业1年的豁免权，但依然无法弥补对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因此造成的巨大损失。8月，美国政府通过总额高达527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产业的芯片与科学法，包括韩国在内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纷纷赴美设厂，此举再度引发韩国国内对制造业空心化的担忧。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2号同韩国外长朴振举行视频会晤时，王毅就美国制定所谓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拒绝世贸组织裁定美方违反世贸规则表明了立场，强调美方的行径明显损害包括中韩在内各国正当权益，再次证明美国恰恰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各国应站出来共同抵制这种逆全球化陈旧思维和单边霸凌，共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美国呢，就是单纯的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他的这些盟友的经济利益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来讲，不仅是中国是受害者，其实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受害者，美国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确实现在迫切需要这个全体的 WTO 成员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国这样严重破坏 WTO 规则的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针对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您觉得结果将怎样？梅西你好，针对美国对华芯片禁令，中方呢应该和美方交涉过多次，但最终呢，美国执意要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那么中国呢只好拿起法律武器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中国这样做呢有2个目标，第一呢是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不能任由美国这个欺行霸市，那么在对华芯片及技术出口上呢采取歧视性政策，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通过 WTO 来维护本国权益，中国呢也是有成功的实践。几天前呢 WTO 就美国对中国、瑞士、土耳其等国加征钢铝关税作出裁决，认为呢美国的做法违法。第二是通过 WTO 诉讼，让世界各国呢都维护以遵守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以美国规则为基础的政经秩序。天下苦美久矣，不仅因为美国呢为自身的战略而发动和支持战争，而且因为美国呀随意破坏国际经贸规则而导致供应链断裂，这个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损害这个全球和平发展利益，就连美国的盟友欧日韩呢都难以适从。中国呢敢于和美国打官司，也将鼓励欧日韩等国呀起来与美国打官司，从而呢维护自由贸易体系。欧洲呢已经在讨论起诉美国，认为美国的新能源产业补贴政策呢违背了自由贸易规则，人为扭曲市场，这呢有可能集合起全球力量，共同制衡美国的我行我素。那么根据这2个目标呢，结果大概是中国呢会在 WTO 中呢打赢官司，但是呢时间恐怕比较长。其他国家呢也可能寄希望与 WTO 来维护公正开放的世界贸易规则。至于美国呢会不会遵守 WTO 的裁决，则是另一码事，要看美国呀这个明后年的经济状况。但就美国呀对华芯片禁令而言，要让美国改弦易辙呢，还得花点力气的。有一个现象令人匪夷所思，欧日韩尽管都称对美国涉华芯片禁令火大不满，但美媒称荷兰和日本还是向美方低头，将加强对华芯片设备出口限制，这又应该如何解释？没错，美国对华芯片及技术出口禁令发布以后，荷兰、日本、韩国呢均表达了担忧，认为美国的做法呀不仅会打断芯片供应链，而且呢对芯片设备提供商和制造商都带来伤害。因为中国目前呢是芯片需求量最大的市场，很多芯片企业以此为生，尤其是荷兰、韩国对美国各类产业链呢表达不满。荷兰的光刻机巨头阿斯麦还警告美国不要孤立中国，否则呀这半导体供应链将中断。现在呢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日本有点缩头缩脑。据说呀这个日本政府和荷兰政府也同意了类似的限制，但生怕企业呢会反对。我个人认为有3种可能：一是日本、荷兰政府原则上呢会跟随美国禁令，但是与企业呢并没有沟通好，所以媒体征询2国政府的主管部门的时候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二是荷兰、日本可能划分对华出口层级，有些设备呢禁止出口给中国，有的呢则不禁止。这样呢，除了尖端芯片制造以外，那么常用的芯片出口和设备呢仍然会照常。3是一种外交辞令，
先答应美国呢有遵守美国禁令的打算，而在实际操作之中呢采取灵活措施，按照市场原则来处理。不过呢，从美国的战略考虑看呢，就是要在半导体产业上霸权，就是呢要通过尖端芯片禁令来阻止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所以啊，这荷兰、日本呢在尖端芯片领域对华限制可能是大概率的事儿。但是呢，这也不是说不可以改变的。日本、荷兰呢在遵守美国禁令以后，企业必定受损。等到自谈受同意后再改签也不是不可能。总之呢，这个中国经济搞好了，市场需求旺盛，那美国禁令呢就要示威，因为啊没有人与钱过不去，尤其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来说。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一架美军 B-2幽灵隐形轰炸机在飞行中遇到紧急情况，迫降后引发火灾，并导致飞机受损。B-2自1989年首飞至今已超过30年。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频发事故的 B-2是否廉颇老矣？刚刚公布的美军第6代隐形轰炸机 B-21突袭者究竟能否替代 B-2？来看看报道。列装 B-2隐形轰炸机的美军509轰炸联队公共事务部门称，在10号的演习中，一架 B-2在空中向调度员报告故障，并进行紧急降落。飞机完成迫降后，在跑道滑行时受损起火，所幸事故中无人员伤亡，火势随后也被基地扑灭。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悉，一架 B-2的售价约为24亿美元，美军共有21架，主要驻扎在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去年9月，该基地也发生过一起 B-2事故，当时一架代号为佐治亚精神号的 B-2轰炸机在着陆时冲出跑道，卫星图像显示飞机在左翼倾斜，滑出至跑道外的草坪上。有消息人士证实，这架 B-2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液压系统故障，之后左起落架在着陆时又发生故障。事故1年后，美国媒体曝光了一张浑身打满补丁的佐治亚精神号 B-2的照片。照片显示，佐治亚精神号的维修尚未完成，当时它飞抵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第42号工厂进行下一步维修。像美国的 B-52战略轰炸机比它要老得多得多，但是呢 B-52到现在为止稳定性还特别好，很少出事儿。相反呢 B-2呢反而是经常出事儿。这个就说明什么 ？B-2呢太娇气了，要维护起来非常困难。从技术上来说 ，B-2具有低空侦察性隐身能力，除了对雷达波的隐身性能，还强化了降低红外线、可见光与噪音等不同讯号的功能，因而使被侦测与锁定的可能降到最低。同时 ，B-2还具备航程远的特点，在空中不加油的情况下 ，B-2轰炸机的作战航程可达1.2万千米，而在空中加油一次则可达1.8万千米。因此，美国空军称其具有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能力。但 B-2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贵到离谱，不仅机身贵，而且出动费用奇高。数据显示 ，B-2的裸机价格为约10亿美元，而搭载设备后，整机价格高达24亿美元。这意味着2架 B-2的费用就超过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在1997年服役时，71吨重的 B-2比同等重量的黄金更贵。不过，更令美军头疼的是 B-2的维护费用。资料显示 ，B-2空中飞行1小时的费用是6万美元，每飞行1小时，地面维护时间50到60小时，也就是2天多时间，还需要对隐身涂层的破损部分进行重新喷涂。每次擦洗的费用超过10万美元，这意味着美军全部 B-2每年光维护费用就是8亿美元。B-2服役以来，日常维护费用就超过200亿美元。此外 ，B-2每7年还要大修一次，过程持续1年，又要花费6000万美元。大修工作还只能在特殊的恒温机库内进行，严重影响海外部署。因此，在其服役以来 ，B-2主要的任务就是待在机库里，偶尔出来进行大象漫步展示，也就是在跑道上滑行。B-2自1989年首飞至今已超过30年，美军多年前曾提出在2036年前淘汰全部 B-2的计划。12月3号，美军就高调地静态展示了第6代隐形轰炸机 B-21突袭者，但有美国军事媒体失望地表示，虽然在操作性能上 B-21是升级版 B-2，但就打击能力而言 ，B-21却是缩水版 B-2。
尺寸小、航程短、载弹量有限、造价便宜是 B-21被称为缩水版 B-2的主要原因。据悉 B-21依然沿用了 B-2的飞翼布局，但约 45.7 米的翼展比 B-2的 52.4 米缩短了 12.8%。B-21的作战航程不超过8000公里，仅为不进行空中加油时的 B-2作战航程的约一半。B-21搭载常规武器的载弹量为 13.6 吨，搭载 B6112新型战术核炸弹时超过7吨，而 B-2的最大载弹量达23吨。但 B-21的优点也很明显，那就是非常实惠，造价约为 7.5 亿美元，而考虑通胀等因素后 ，B-2造价约为35亿美元。美国防长奥斯汀在 B-21发布会上曾给美军飞行员打气，称 B-21集合了过去数十年来的技术。评论员杜文龙认为 ，B-21在隐身方面的性能有了较大提升。之前无论是 B-2轰炸机，包括 F-117以及 F-22战斗机，不能做到全向隐身和全波段隐身。但是 B-21在材料结构设计方面采取新的方式，无论是在哪个方向照射，雷达反射面积都可以降到最低。另外，对不同波段的雷达侦察，隐身能力也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由于采用了最新的技术 ，B-21的隐身涂层没有 B-2那么娇气，不需要昂贵的恒温机库，维护费用和工作量都要比 B-2低。美军方在宣传 B-21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与 B-2相比 ，B-21的提升在于不需要特殊的后勤支援人员。杜文龙分析认为，这也就意味着 B-21能够在美国的前沿基地部署，出场率将会远远大于 B-2。之前呢 B-2A 在本土有部署，在海外的作战基地非常少。那么按照目前 B-21在恶劣极端条件下能够执行作战任务，维护保障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下，那么完全可以进行前沿部署，没有必要像B-2A 那样从美国本土起飞，对目标发动各种攻击行动。这样打击的灵活性，包括打击的频率和强度将会有所提高。按照美军设想，美国空军将采购100架 B-21轰炸机，并压价至单机6亿美元左右。